毕业后，我响应号召回村发展，和大伯说好，我出技术，他出房，55分成搞民宿。我画了47版图纸，扛了半年沙包水泥，硬是把他家荒了10年的旧老寨改成订单排到明年3月的网红山居。旺季1个月流水能有个18万，大伯笑得根本合不拢嘴。但是还不到1年，他就领着村支书和堂弟在民宿门口堵我。这民宿盖在我宅基地上，房本写的是我名字，跟你也没什么关系。如今你堂弟毕业回家了，以后民宿就他来管了。小慈啊，这8个月包你吃住，给你2万块，我们家对你也算仁至义尽。拿着这钱去县城租个房，好歹也是个大学生，送外卖也比在村里跑土强。他们不懂，这民宿的灵魂从来不是石头墙。没了我的审美和运营，不出3个月，这里就会变成普通农家乐，连3星评分都保不住。燕慈，我在网上查过了，你家老石屋位置绝了，3面环山，1面临溪，你负责改，我负责拍。咱们就赌这一把，这次没人能抢走属于我们的东西。李燕慈，你还愣着干什么？钥匙留下，今天就搬走。大伯林守田在村里当了10几年村民小度长，镇上不少人都卖他面子。上大学后，每次假期回村给我爸上坟，他都对我说：“那些年我这个当大伯的没照顾好你，心里一直过意不去。你能这么出息，可惜你爸没看到。”毕业后，我身上背着助学贷款，银行卡里只剩几千块钱。村委我爸留给我的老石屋年久失修，屋顶漏雨，梁木腐烂。我想把它修起来，光材料钱就是我拿不出的数，就有了我和大伯的这次合作。那时他家旧宅院空着，我自信能靠双手把这个废院繁活。房子他出，技术我出，赚了钱55分。我赌利益摆在眼前，大伯至少看见我的价值，守规矩，一起发财。现在看来，那些嘴上说的亏欠、叔侄情分，全是他哄我的漂亮话。大伯，当初我们说好的55分成，谁和你说好的？白纸黑字写了吗？合同上盖公章了吗？你是他亲侄子，他看你大学毕业没地方去，好心让你住在我们这儿帮帮忙，那叫情分，怎么还要起分成呢？2万块，这8个月包你吃住，算下来1个月还有2500。大学生在外面送外卖打零工也就这个价，我们可1分钱没亏待你。哥，你别不知足啊，我可是正经旅游管理专业毕业的，肯定比你弄得有档次。我打算把这地方全换成网红风，贴白瓷砖，挂霓虹灯。这庭院里铺就的300多块青色卵石，全是我趁着枯水期趟进河床里，一块块挑出背上山。回到院子里，按照石头的纹路，用泥刀拼缝复平。光这个地面就花了3周时间。走吧走吧，别耽误我们接待客人。你们以为那些客人是为什么来的？要不是我这些天的付出，你们这只是个荒废的破旧宅院。希望你们后面别求我。那是我进山找莫叔帮忙，用溪谷里的大青石凿出来的。摆放的角度经过我10几遍的测算，正对着西边的山谷缺口。客人坐在这里喝茶，就能看到整面山的晚霞。那块木头匾太土了，回头拆了，去县城做个亚克力发光灯箱挂上去。那里有我真正的家。原本以为熬过这个旺季，分到的钱就够买梁木、青瓦和水泥，到时候我就能把这漏雨的老屋一点点修起来。可民宿才刚有起色，他们就迫不及待地把我踢了出来。这老房子还是我出生那年，我爸用肩膀挑着石块建起来的石屋。那时家里穷，赚到一点手工钱就买点材料盖一点，修修补补成了如今这样。可惜爸爸离开后再没钱维修过。别人眼里无用的破屋子，在我看来处处藏着曾经温馨小家的记忆。冰冷的黄泥浆浸透我的鞋面，寒意从脚底渗入，细雨如丝，
实在是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我的泪水。资本家老爷，我不伺候了。我看好你们村这么有前途的事儿，你可别撇下我。多亏当年我爸刷漆手艺好，桌面只是积灰，一抹就露出底下完好的暗红漆面。反正以后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一起努力，共创辉煌。15岁那年，我爸在县城工地脚手架上摔下来，赔偿金到账后，我妈签了放弃房宅的协议，3个月后就改嫁去了隔壁县。之前家里那3亩茶山，说是让大伯帮忙管，管着管着，后来就不了了之了。本以为自己是孤家寡人了，却在大学里认识了小太阳一样的苏婉欣。好啊，让我们一起共创辉煌。大3那年，他急性阑尾炎，半夜进了急诊。婉欣爸妈赶不来，我拿出攒着买电脑的3000块钱垫了住院费。我在床前守了他2夜，当时闲着无事，用小刀削了这么个粗糙的小人逗他。快2年了，表面毛刺已经磨平，木纹透出油润的光。燕慈，打起精神来，以后你还有我，我们把你爸留的这个房子修好，这里山清水秀，我很喜欢。他总是这样，在我最难过的时候安慰我。哟，城里来的娇娇女吃得了这个苦？你看看这破房子，明天就得塌。你个疯丫头，哪来的长舌妇？这里不欢迎你！真是个疯丫头，看我不收拾你！你给我等着！异响来自那里，这根支撑了半个屋顶的梁，芯子怕是朽坏了。目前我急需粗杉木、速干水泥和钢筋。要是房里不中墙倒了，我爸留下的房子就全没了。刘叔，给我来2根4米长的主梁木，急用，再要5包42标号的水泥。燕慈啊，书店里没货了，真不巧。那防雨布下面不是才刚拉来的梁木吗？你大伯昨天让人来镇上放了话，他那边的客栈要搞大扩建，接下来几年的采购生意全包给我和对面的老王，条件是镇上谁也不许卖东西给你。你走吧，叔一大家子要吃饭，别为难我。不行，长时间的雨水堆积，屋顶已经沿着墙体大面积渗漏，实在是买不到建材，只能和婉欣一起往后山看看了。当年我爸要的这个村里位置最偏的宅基地，是大家都嫌弃不要的。为了分出去，村里特意把周边大片山地都划分给了我家。那时我还没出生，我爸就在悬崖边种下了成片的樱木杉树，说等这些树长大，能成一道风景，修房建桥也有的用。经过20多年生长，这些树做主梁绝对足够了。我和婉欣轮流劈砍。这2根原木实在太重，只能靠着巧劲往回拖。莫叔，我用这4根芽牌料换您囤的3根干梁木，再赊我3捆粗麻绳，等我以后有钱了加倍还您。你大伯都放话了，谁敢帮你就是跟他作对，你就不怕我也赶你走？我知道您不会，当年我爸盖这房子，您可是第一个来帮忙的。东西你拿走，晚上我过去帮你换粮，你一个人弄不了。1、2、3，起！这是什么动静？你想干什么？哥，别紧张，我就是帮村里清理一下旁边堵塞的水沟。不过机器不长眼，震塌了你家这破房子，我可不负责。别说你家这破地方是整个山头视野最高的点，我早就看好了，推平了建无边捧池和观景露台。我们不转让，你还敢强拆？
万星小心！婉欣，对不起，都是我不好。我没事，只要我们在一起，什么都不怕。会很疼，忍一下。我不怕疼，你的家就是我的家，我们一起守着。你干什么？我没用，连你都保护不了。不许这么说，只要我不死，这房子我们一定重新砌起来，这就是咱们以后的家。林守田，你们非要赶尽杀绝吗？明天别去了，太危险了。没事儿，这些石板够我们砌第一面墙了。梁换了还不保险，时间久了，这地基得重新下浆，围墙也得弄。活儿我接了，等你小子有钱了再还。先说好了，可得管饭。莫叔，您还有，我这把老骨头不想被林守田那个坏东西拿捏，干活得低调点。不好，顺着水渠往上查，走。太过分了，他们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我现在就去村委讨公道。别去，大伯既然敢放，就一定走了关系。现在去理论只是自取其辱。带上水壶和干粮，跟我进山。太好了，这水比之前的山泉水还好喝。这是我爸当年发现的高山清泉，以前路人都在这里取水饮用。你好，我们是徒步俩友，顺着古道走到这里的，能讨杯水喝吗？这水是高山岩泉，老板能借宿吗？今晚我们想住下。从第一天到现在我都拍下来了，本来想等房子修好再发，现在可以先放出去试试。有用吗？当然有用，现在大家就喜欢看这种真实的、有温度的内容。我保证，不出1个月，肯定有人来找我们住。就这儿吧，赶紧拍完收工。山里的虫子可真多！天哪，这水有毒！我的脸！别生气，他自己往水里加了东西，监控都拍下来。他也是受人指使，但指使他的人是匿名网络联系，全程戴着头盔和口罩，还是现金交易。我们无法断定是谁，不能光听你们的一面之词就去抓捕林浩宇。除了他还能有谁？没关系，我们有证据证明我们清白就行。我看你们还怎么开民宿？
他疯一次，我们通一次。撕破脸的大伯总有各种恶心人的新招想赶我走，但只要我们不放弃，他就赢不了。最近你俩吃的水先用我挑来的，那个山泉水放放再说。对了，大伯家那边换成白瓷砖和浓红灯后，平台评分已经从4.9到了3.7。林浩宇正恨你们呢，这几天见谁都说是你在背后捣鬼抢他家客人。你别碰这些，去用清水冲干净上药，回屋先歇着。没事的，我帮你一起弄，快点弄完。听话，这些化学物质伤皮肤，我一个人来就行。老板，有没有 X 牌子的除草剂？你说那药啊，老型号了。前几天有个穿荧光绿外套的年轻人拿现金全包圆了。燕慈，你看，好多专家都转发了我们的视频，还有人说要来实地考察。他想让雨水倒灌泡塌我们的房子。他砸的只是普通白水管。我爸当年设计了2重泄洪系统，在石屋西侧有一条天然的泄洪沟，而林浩宇为了盖客栈，把他们家周围的天然泄洪沟填平了。燕慈，你救救他！大伯母求你了！大伯给你磕头了，那都是你弟，他年纪小不懂事儿，你出个谅解书吧，咱们终究是一家人，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啊！年纪小，打断骨头连着筋。15岁那年，我爸从脚手架上摔下，你们打着照顾我的旗号，把我家3亩茶园占为己有。可刚赚钱，你们就让我滚蛋。我大学毕业回村，本想合伙赚钱的份上守一次规矩，林浩宇一次次设计要把我踩在泥里，把路走绝的是你们自己。法律怎么判？他在里面就给我蹲多久。这套榫卯结合石材干垒的工艺，不仅保留了最原始的美学，更完美契合了山地建筑的抗震与疏水力学。台风过后，对面的钢筋水泥建筑全垮了，只有这座古法建造的石屋岿然不动。这就是传统智慧的力量啊！爸，我们的家修好了。这座房子和我以后都归你管。我愿意。爸妈，你们怎么来了？林燕慈，我们又见面了。一个男人能吃得了这种苦，是个硬骨头。把女儿交给你，我们放心。
老婆，我打算在旁边空地再继续盖新房，我怕以后孩子太多住不开。孩子还没影儿，你想的怪多的。那可不，这点我随我爸。昨天省城的老教授打电话来说，下个月要带一批学生来我们这里实习，专门学习干垒石墙和榫卯工艺。我已经和莫叔商量好了，到时候我们把西式景墙旁边的杂物服收拾出来，改成临时的教学工作室。莫叔负责教石匠活，我教木工和榫卯结构。太好了，我正好可以把教学过程拍下来，做成系列视频，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传统工艺。昨天我去通知大家明天开民宿合作社的会，结果有几个人家不愿意加入。他说他自己开民宿赚得好的，为什么要加入合作社？还要把利润拿出来一部分当公共基金。张老三那边我去做工作，合作社不是要剥夺大家的利益，而是要把蛋糕做大。各位乡亲们，我们成立合作社，宗旨是统一标准、统一营销、统一管理，共同致富。我们会制定统一的服务标准，避免恶性竞争，会统一营销，吸引更多游客。公共基金用来修路、搞绿化，最终受益的还是我们自己。我加入。燕慈说的对，以前我家就靠种地为生，现在跟着燕慈开民宿，日子才好过起来。我相信燕慈。好消息，省城的旅行社打电话来说，他们组织了一个50人的旅游团，下周要来我们村里旅游，住3天2晚。太好了，这下我们合作社终于可以大显身手了。但是我们现在的接待能力还不够，50个人需要20多间房，我们合作社现在只有10几家民宿，加起来也只有15、16间房。没关系，那就分工。李支书，你负责统计房间数量和情况，看看哪些需要整改。我负责组织大家培训，制定服务标准。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旅游团接待好。这里真是太好了，我以后一定会再来的，还要介绍我的朋友和家人来。以前我家一个月最多也就赚几千块钱，这3天就赚了这么多，真是太感谢燕慈了。燕慈，那个，我想加入合作社，你看还来得及吗？以前是我不对，我不该那么固执。当然来得及，张叔，合作社的大门永远向大家敞开。凿子要拿稳，用力要均匀，每一刀都要精准，不能有丝毫的马虎。木工活讲究的是慢工出细活，急不得。燕慈，你出来一下。莫叔生病了，刚才王婶来告诉我，说莫叔早上起来就觉得头晕，浑身无力，现在躺在床上起不来了。没什么大问题，就是高血压引起的头晕，加上过度劳累。我给他开点药，让他好好休息几天，不要干重活。莫叔，您就是太累了。这段时间您一直在帮合作社干活，教大家石匠手艺，每天都忙到很晚。您年纪大了，身体吃不消的。我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我干了40年的石匠活，这手艺不能跟着我进棺材啊。可是现在村里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学这个。好消息，省古建筑研究院的林小雨老师发邮件来说，他下个月会带5个学生来实习，其中有一个学生专门研究传统石匠工艺，非常想拜莫叔为师，而且他们研究院想和我们合作，建立一个传统建筑工艺传承基地。太好了，真是太好了！这下我的手艺终于有传人了。林燕慈先生，早就听说你的大名了，你的石屋民宿和用传统工艺重建老房子的故事，我们在研究院都听说了。今天终于有机会亲眼看看了。林老师过奖了，快，我带你们去住的地方。我觉得你教的这些东西太传统了，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我们应该用3D 扫描和3D 打印技术，把传统建筑构件复制出来，这样效率高，还能精准还原细节。我不同意。传统工艺的精髓在于它手工性和艺术性，每一件手工艺品都凝聚着工匠的心血和智慧，有自己的灵魂。机器做出来的只是没有灵魂的复制品。你们别争了，
其实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传统工艺的传承，既需要坚守初心，保留精髓，也需要与时俱进，融入现代技术。只有这样，才能焕发出新的生机。苏婉欣女士说的对，你教学生良才堪从手工技艺，我教他们用现代技术记录和研究传统工艺。好，就这么定了。我一定会回来看您的，以后还要跟着您学石匠手艺。好，师傅等着你，你一定要好好学，不要辜负师傅的期望。这次实习我们收获很大，回去后我们会尽快准备传承基地的建设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工作。有什么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燕慈，你有什么事吗？燕慈，大伯对不起你，以前都是大伯不好，大伯鬼迷心窍，做了很多对不起你的事儿，你就原谅我大伯吧。大伯，有什么话起来说。浩宇在监狱里表现很好，他知道自己错了。我求你，浩宇他出狱后给他一个机会吧，让他在你这里干点活。燕慈，大伯都这么大年纪了，也不容易。要是浩宇真的能改过自新，我们就给他一个机会吧。好吧，等他出狱后，让他来找我吧。但是我丑话说在前面，要是他再敢做坏事，我绝对不会饶了他。谢谢你，燕慈，谢谢你。哥，上车吧，以后你就在这里干活吧，负责维修村里的房屋和基础设施，工资和其他人一样，多劳多得。过去的事儿就不要再提了，以后好好干活，好好做人。哥，谢谢你，我以前做了那么多对不起你的事，你还愿意给我机会，我一定好好干，绝不辜负你的期望。燕慈，婉欣，以前都是婶子不好，婶子对不起你们，这是我自己做的糍粑，你们尝尝。婶子，别这么说，快进来坐，饭马上就好了。燕慈，燕慈，大伯敬你一杯，谢谢你原谅了我们，还给了浩宇一个机会，以后我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你好，我是宏图集团的总经理王海涛，我们是来云色村考察投资项目的。欢迎欢迎，快请进。我们看中了云色村的旅游资源，想在这里投资5个亿，建一个大型的豪华度假村，里面会有5星级酒店、温泉中心、高尔夫球场。建成后，每年能接待上百万游客，给你们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5个亿？没错，而且我们还会给村里每户人家一笔丰厚的拆迁补偿款，让大家都能住上新房子。但是这个项目需要占用村里大部分的土地山林，包括你们现在的石屋民宿都要拆迁。要拆石屋民宿，那可不行，还是省级传统民居重点保护建筑，不能拆。不就是一座破石头房子吗？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可以给你们一笔钱，让你们在别的地方再建一座一模一样的。王总，我是林彦婵，石屋民宿的主人，我不同意你们的项目。我听说过你，你不就是开了个小民宿吗？我们的项目能让你成为千万富翁，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我对成为千万富没有兴趣，会破坏这里的生态环境，毁掉这里的青山绿水，到时候云溪村就不再是云溪村了。对，我们不同意，石屋民宿不能拆。我们不要什么豪华度假村，我们就要我们的云际村。好，你们等着，我不会就这么放弃的。燕慈，你就同意吧。王总说了，要是你同意，他给你1000万的补偿款。1000万啊！你这辈子都赚不到这么多钱。张叔，钱是好东西，但是有些东西是钱买不来的，比如我们的家园，我们的青山绿水。要是把这些都毁了，我们有再多的钱也买不回来。李彦慈同志，还有各位乡亲们，宏图集团的这个项目能带动我们镇的经济发展，希望大家能顾全大局，支持这个项目。领导，云宿村的生态环境非常脆弱，一旦被破坏就很难恢复。
要不我们就同意吧，不然以后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儿。大家不要怕，他们越是这样，就越说明他们心虚。我们只要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战胜他们。我已经把这件事上报给了县政府和环保局，相信政府一定会给我们一个公道的。我们胜利了！多亏了燕慈，要是没有他，我们就上当了。你爸要是看到了，一定会非常高兴的。是啊，爸，您看到了吗？我们成功了。我们终于成功了，这一路走来真的太不容易了。是啊，但是看到现在的结果，觉得一切都值得。对了，我们之前计划建的乡村非遗体验馆现在可以动工了。有了非遗这块牌子，肯定会有更多的人来参观的。我们可以在体验馆里展示我们的传统工艺，让游客们亲手体验木工和石匠手艺。太神奇了！这些手工艺品真是太漂亮了。原来我们中国的传统工艺这么厉害。我一定要买几个回去，留作纪念。燕慈，你快回来，我好像要生了。婉星，你别害怕，我马上就回来。婉星，你怎么样了？救护车马上就到了，我会一直陪着你的。没事，就是有点疼。别担心，婉欣会没事的。恭喜恭喜，是个男孩，母子平安。哎呀，这孩子长得真俊。哥，嫂子，这是我给小侄儿做的小木床，希望你们喜欢。谢谢你，浩宇，做的真漂亮。给孩子起个名字吧，就叫林溪山吧。溪是溪水的溪，山是青山的山。希望它能像这山这水一样坚韧不拔，清澈纯净。好听，就叫这个名字。溪山，爸爸和妈妈会永远爱你，会守护着你，守护着我们的家。爸，我来看您了，这是您的孙子西山，他已经3岁了，非常可爱。爷爷，爸，
您放心吧，我把我们的家守好了，把您的手艺传下去了。云旧村现在越来越好了，大家都过上了幸福的日子。我和婉欣会好好教育西山，让他以后也做一个正直、善良、有担当的人。爸爸，我们以后一直住在这里吗？是啊，我们永远住在这里，这里是我们的家。西山归处，便是心安。我们会一直幸福下去的。既然来学手艺，就得守我的规矩。第一，不能怕苦怕累；第二，不能偷工减料；第三，学成之后不能用手艺骗人。能做到的留下，做不到的现在就可以走。你们这卖的什么木耳啊？全是烂的，还有虫子！我花了50块钱买的，这不是坑人吗？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给你退钱。你放心，这件事我们一定会严肃处理。王二柱，你怎么能卖劣质木耳坑游客呢？这要是传出去，我们云修村的名声就毁了。我就是看别人都赚钱，我也想多赚点，我家孩子上学需要钱。想赚钱没错，但是不能昧着良心。游客相信我们才来买我们的东西，我们不能辜负这份信任。这样吧，你把卖劣质山货末赚的钱全部退给游客，然后在全村大会上做检讨。合作社统一操购你的山货，按质论价，保证你能赚到钱。谢谢燕慈，谢谢李支书，我以后再也不会了。今天召集大家来，主要是说一下山货质量的问题。昨天王二柱卖劣质木耳坑游客的事儿，大家都知道了。这件事儿给我们村的名声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大家来，我错了，我不该卖劣质山货坑游客，我向大家道歉，以后我再也不会了。各位乡亲们，我们云溪村能有今天，靠的就是诚信和口碑，就欺骗游客，那么迟早有一天，没有人会再来我们这里。所以，我和李朱叔商量，决定由合作社统一收购、统一包装、统一销售全村，制定严格的标准，不合格的产品绝对不能流出村子。皓月，这袋木耳只是有点碎，不影响吃，要不就算了吧。不行，质量是底线，一点都不能马虎。要是让游客买到不好的东西，砸的是我们整个云修村的牌子。做得好，皓宇，这个岗位交给你，我放心。哥，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今天我看了一下后台的数据，这个月的游客量比上个月又增长了30%，而且山货的销售额也翻了1倍。这是好事，但是我们也要注意，游客越来越多，对村里的环境和基础设施都是一个考验。是啊，我也发现了，最近村里的垃圾明显多了，停车场也不够用了。我已经和李支书商量了，下个月开始，我们要组织村民成立环保队，每天清理村里的垃圾，还要扩建停车场，修建更多的公共厕所。慢慢来，一步一步都会实现的。对了，非遗申报的材料，明天我得亲自去省里跑一趟。燕慈啊，你们的材料我看了，甘赖石墙和榫卯功夫确实很有价值，但是现在申报国家级非遗的竞争非常激烈，你们的材料还不够完善，特别是关于这2项技艺的历史渊源和传承母系，资料太少了。张主任，那我们还需要补充哪些材料？你们需要走访村里的老工匠，收集他们的口述历史，整理出完整的传承谱系，还要拍摄详细的技艺演示视频，把每一个步骤都记录下来。另外，最好能找到一些历史文献或者老物质，来证明这2项技艺的历史。历史文献和老物品倒是有一些，我家里有我师傅传下来的一本石匠口诀，还有一把用了60多年的凿子。村里还有几个老工匠，他们家里应该也有一些老东西。我明天就带着相机和录音笔去走访村里的老工匠，把他们的故事都记录下来。好，那我们分工合作，我和莫叔负责收集老物件和整理技艺流程，婉星负责采访和拍摄。我们一定要把材料准备充分，争取申报成功。我师傅是我爹，我爹的师傅是他爷爷。我们家做木工已经有100多年了。当年你爸盖房子的时候，我还来帮过忙呢。你爸那时候就特别聪明，一点就通，还自己琢磨出了很多新的榫卯结构。这是我师傅传下来的，里面有很多老的榫卯做法，现在都没人会了，你们拿去用吧，希望能帮上忙。
燕慈，我们已经把甘垒石墙的12个步骤和30多种榫卯结构都拍摄完成了，3D 模型也建好了，可以清晰地展示每一个细节。太感谢你们了，林老师。要是没有你们，我们不可能这么快完成这些工作。不用谢，保护和传承传统工艺也是我们的责任。爸，原来您当年就想把这些传统工艺传承下去。您放心，我一定会完成您的心愿。怎么了？你看，这是我爸的日记，他当年就想整理这些传统工艺的资料，还想在村里办一个工匠学校。叔叔真的很了不起，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在完成他的心愿啊。等国家级非遗申报成功了，我们就用传承基地的名义办一个免费的工匠学校，让更多喜欢传统工艺的年轻人都能来这里学习。太好了，燕慈，你们这次准备的材料非常充分，比我想象的还要好。特别是这些老工匠的口述历史和3D 记忆演示，非常有价值。我现在就把你们的材料上报给国家非遗中心。谢谢您，张主任。不用谢我，是你们的努力打动了我。不过你们也不要掉以轻心，全国有很多优秀的项目都在申报，竞争非常激烈。你们还要准备好答辩，随时等待国家非遗中心的通知。太好了，要是能评上国家级非遗，我们这些老手艺就真的有救了。师傅，我们一定要好好准备答辩，不能辜负大家的期望。对，接下来的这段时间，我们要把答辩的内容准备好。莫叔，您负责讲解石匠工艺的历史和特点，我负责讲解榫卯结构和现代应用。婉星，你负责展示我们的视频和图片资料。别太累了，休息一会儿吧。没事，再练一遍。这次答辩太重要了，不能出任何差错。这不仅是我们3个人的事，也是全村人的事，更是那些老手艺的事。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的，你们为了这些手艺付出了这么多，一定会有回报的。准备好了，我们出发吧。甘垒石墙不用一点水泥，全靠石头之间的咬合就能屹立几百年不倒，这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智慧。我干了40年石匠，看着这门手艺越来越没人学，心里着急呀。现在有了燕尘，有了传承基地，我终于不用担心这门手艺会失传了。传统工艺不是过时的东西，它蕴含着古人对自然的深刻理解。我们现在把传统工艺和现代设计结合起来，做出了很多符合现代人审美的产品，受到了很多年轻人的喜欢。这说明传统工艺只要与时俱进，就永远不会过时。你们做得非常好，不仅保护了传统工艺，还找到了一条适合当代的传承之路。我们会认真考虑你们的申报项目。燕禅，你说我们能评上吗？放心吧，莫叔，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不管结果如何，我们都问心无愧。是啊，莫叔，就算这次没评上，我们也会继续把传承基地办下去，把老手艺传下去。太神奇了，不用一颗钉子就能把2块木头接得这么结实。林先生，你们的工艺太精湛了，我想和你们合作，批量生产传统榫卯家具，让更多的人能用上这些好东西。好啊，我们合作的前提是必须保证工艺的纯正性，不能偷工减料。没问题，我也是因为喜欢传统工艺才想做这件事儿。恭喜林燕慈先生和莫师傅，你们用自己的努力，让古老的传统工艺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希望你们能继续努力，把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传承下去，发扬光大。燕慈、莫叔，你们真是我们云逸村的骄傲！对，你们太厉害了！谢谢大家，这个奖不是我一个人的，也不是莫叔一个人的，是我们全村人的。没有大家的支持，我们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绩。燕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们的项目成功入选第5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了。真的吗？张主任，太谢谢您了。不用谢我，这是你们应得的，恭喜你们，恭喜你们！乡亲们，我们成功了！我们的甘垒石墙和榫卯工艺评上国家级非遗了！云溪村的成功，为我们省的非遗保护和乡村振兴工作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希望云溪村能珍惜这份荣誉，继续做好非遗传承工作，带动更多的村民致富，
这个月的游客量已经突破了1万人次。现在村里的停车场每天都爆满，公共厕所也不够用，很多游客都反映住宿条件太差。还有垃圾的问题，现在每天产生的垃圾是以前的10倍，我们的环保队都忙不过来了。这些问题必须尽快解决。我建议，第一，限制每日游客数量，最多接待3000人；第二，扩建停车场和公共厕所；第三，提升民宿的服务质量，达不到标准的一律停业整改。现在游客越来越多，我们的民宿订单已经排到1年以后了。很多村民都想扩建民宿，但是又怕破坏村里的环境，所以我们不能盲目扩张，要走精品化、差异化的路线，要有自己的特色。比如有的主打农耕体验，有的主打手工制作，这样既能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又能避免恶性竞争。你说的对，我们还要加强对村民的培训，提高他们的服务意识和水平，游客才会再来。这里太美了，服务也很好，不像别的景区人挤人，体验很差。以后我每年都会来这里住几天。师傅，我想跟您学石匠手艺，我一定会好好学，不辜负您的期望。好孩子，起来吧。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徒弟了，我一定会把我所有的本事都教给你。燕慈，谢谢你，要是没有你，浩宇不会有今天。婶子，别这么说，浩宇自己也很努力。燕慈，以前都是大伯不好，做了很多对不起你的事，你能原谅大伯，还这么帮浩宇，大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大伯，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我们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以后好好过日子就行。好。大伯，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有什么事儿一起扛。欢迎大家来到云溪村乡村工匠学校。传统工艺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希望大家在这里能认真学习，刻苦钻研，把这些古老的手艺学好，传下去。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校长的期望。干石匠活最重要的是心要静，手要稳，每一刀都要精准，不能有丝毫的马虎。石头是有生命的，你对它用心，它就会对你回报。你看他学得有模有样的，以后肯定也是个好木匠。他要是喜欢，我就教他，把我们家的手艺一代代传下去。真好，我们的家，我们的手艺都有了传承。